生。在25岁这一年，我辞掉了工作，用工作这2年攒下的钱买了一辆2手大金杯。正式离职后，我搬到了房车改装厂，和改装厂的师傅们同吃同住。我们一起用了接近1个月的时间，将这辆2手大金杯慢慢改造成了你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所以在本期视频中，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大金杯的改装过程和大金杯设计师的故事。这是大金杯最开始的样子。当我看到它的第一眼没多久，我便决定买下它。作为一辆近10年车龄的老面包车，时间席卷着砂石与货物，在它的车身和车内留下了刻痕。说实话，它完美符合我对老婆车的所有刻板印象。内饰老旧松动，车身布满了划痕与碰撞的痕迹，除了金属车架与安全带，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安全保护装置。可能你很难想象，它就是我将要拥有的人生中的第一台车。这个东西基本是废的，所以我今天就先这么开回去，开到杭州，希望杭州那边的改装厂能给我好好的修理修理吧。真的非常的伊拉克成色。在3月的最后几天，我处理好离职需要的手续和交接事项后，将杭州屋子里面的物品收纳好寄回山东的老家，并处理完了退房手续。在3月的最后一天，我离开了住了2年的彩虹城，来到了位于杭州与安吉交界处的改装厂。在最开始的原计划中，我在3月13号把车从上海开回改装厂后，打算用1周左右的时间来喷漆与钣金，剩下的10天左右来改装。那么3月底我便可以直接开着它一路回到我的家乡。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金杯和我几乎在同一天重新进入车间。幸好我已经辞掉了工作，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和精力。于是我和我的改装师说，我也一起参与改装，只不过师傅做更专业的改装，我就尽我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活。这位笑起来看着有些腼腆的小哥，便是我大金杯的设计师与改装师阿青。阿青是90后湖南人，目前改装厂里最年轻的师傅。随着我们俩20多个日夜的相伴，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下阿青的故事。3月的杭州还是有些湿冷，在改装的前几天，阿青主要是给车里的金属部位贴隔音止震，这样汽车在日后行驶过程中因车体共振而产生的噪音便会相应的减少。同时，铝箔隔音棉也可以增强汽车的保温性能。除此之外，还铺设了地板革和车顶的实木板。而作为小白的我，因为不能直接给阿青提供相应的帮助，所以阿青也给我布置了适合我的任务：拆除前排的座椅、中控等，熟悉驾驶舱内与发动机舱的分布和构造。改装厂位于杭州余杭区边郊的群山之间，只有厂子旁边那条时常有重货呼啸而过的国道可以通向10几公里外的城镇，其余便在没了其他相对热闹的地方。也因此，我在改装厂的生活充实而又简单。每天醒来赖一会儿床，然后进到厂子里，笨手笨脚地拿着工具拆拆装装，和其他师傅们一样，被汗水浸满衣服，被脏污的油泥不知不觉地藏进指甲里，直到日落西山。不过幸运的是，时常可以在吃完晚饭回厂子里的时候，看见远处的红霞藏在山间。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勤劳的师傅。有时候拆拆卸卸没多久，我便偷摸假借找工具的由头，躲在厂子角落里掏出手机悄悄摸鱼，亦或是抱起相机在厂子里四处溜达，背着双手向大腹便便的领导参观其他师傅们工作，听他们唠嗑。师傅们大多来自东北，东北人自带的幽默又时常让我忍俊不禁。这个厂子把这几条线调平了，妈的我一强迫症，这妈不平我看不惯，知道吗？
可以。太阳东升又西落，随着和阿青沟通的逐渐深入，我开始了解到他的故事，也开始感受到他坚韧的性格和不停探索新生活的魄力。阿青高中毕业后便踏入了社会，从湖南一路到浙江，他曾做过淘宝，巅峰时一个爆款日赚斗金，年入数十万，又因为3年的原因辉光落下，背上负债。他在996内卷之城的杭州开过滴滴，每天载着不同的乘客从职场到生活。最后阿青几经辗转来到了房车改装厂，又恰好我们相遇，我成为了他第一个甲方，我的大金杯也成为了他第一个可以将幼年脑海里便萌生的想法落地的平台。你第一次改完这个车有什么感觉？这个车作为你的第一个改车作品，我感觉这个就是说我自己想象的那种生活其实还是可以的，可以实现的。就是一种，就是说你不用花很多钱，但是你可以过得很自在，对吧？就是很随意，你也不用担心今天没地方住，你也不用担心今天就是没地方怎么做饭干嘛去了，对不对？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就是维持你就是旅行的那个开支就好。我当时这个车我是第一台设计就是这台车，知道吧？我知道你不跟我说这是你第一次改的车，不是我设计，我在1年前我就设计了1年前就设计了，1年设计的是6座的。那正好我这车给你了一个落地方案。我那年我做了100万销售，我直通车是开了25万，我是下半年做了100万，我做160万。那你算是销冠了吗？我自己的店铺，你自己当时卖什么？自己卖童装，卖童装。就那年赚了20-30万嘛。那后来怎么又亏掉了呢？就是来杭州亏做的，买房亏了10万。你现在有自己房子了？没有，买房亏了10万，就是因为后面就是月供不想供了，退了就是违约嘛。然后生活大概亏了大概2-3-4万块钱，然后炒股亏了一点点。那你怎么想的从淘宝跨到房车呢？房车是我可以说是从小，从我有这概念开始，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想有一个小空间，可以移动的小空间。我跟你说，我设计过那种小货车，你知道不？之前那个长安的有那种，或者是什么车子，有那个后面挂一个小货箱的那种，就是前面只有2座，然后后面是个货箱。有时候还是要行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从小就是父母教育的，但是我小的时候教育就是中庸，比上不足，比下有一点点余。慢慢，如果你稍微就是落后一点，你可能就是成为随波逐流的那种人了。就是感觉人嘛，千万别做中庸的人，要么就极端差到底之后呢，你可能会反弹。八卦阴阳，它适合万物，物极必反。4月5日，清明节，师傅们远离各自的家乡，所以大家也都没有回家祭拜。厂长王哥给大家放假1天，晚上组织各位师傅们和改装厂以前的客户一起在厂子里举办了一场烧烤团建。各位东北师傅血液中流淌的烧烤之魂今夜被唤醒，穿串、架炉、炙烤，大家分工明确。这位认真烤串的便是大师傅。大师傅并不姓大，而是因为作为厂里仅次于厂长王哥的技术总监，他被其他师傅们尊称为大师傅。大师傅木匠出身，一手木工活儿令人叹为观止。平常工作起来的时候严肃又认真，但工作之余时常冒出金句。我有时候便打趣大师傅：“你呀，别在厂子里了，去杭州市区找个脱口秀剧场，估计半年不用，红遍江浙沪。”大师傅听完了之后啊，会嘿嘿一笑，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摸摸自己亮亮的脑门，然后用洪亮的嗓门唱起来：“阿珍爱上了阿强。”你搞那什么？搞那玩意儿再整点炭吧。好嘞。那就搞它这热点炭。嘿，我就守着这个炉子。那我这把给你。这点烟的话，这个我吃不完。不是吃完让你烤。啊？哦，可以的，我可以试试。这个烟烤糊了别怨我啊。你这糊了正好。This wasn't fixable. I still want you, but I won't be in this if you don't want to. You don't want to open up. This sad story.
啥样的？不是对着他，是对着缝，是对着缝，他和他的中间点。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已经明白了。那的。我看你越听越好。这个的话就是相机照出来的，它就不是那种就像咱们正常看那种特别刺眼吗？不会啊。我看它我不会觉得特别刺眼，但是就是懂但是我知道那个相机不能直接拍太阳，因为直接拍太阳的话会把这个 CMOS 给烧了。感觉这也是算是强光啊！我操。对，有可能，我也不知道，说实话，但目前它还能用。毕竟大金杯是一辆跑了8万多公里的老车，我并不清楚原车主对车辆的保养是否标准，所以我在询问大师傅和各种渠道查询相关资料后，自己对车辆更换了机油、变速箱油、后桥油、手动挡的挡把，还加装了一块支持无线 CarPlay 的大屏和倒车影像。俗话说得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么一算，这工时费少说也能省下1000把块钱。其实我小的时候是挺容易动手的，因为我爸他就是做电工的嘛，我很小我就开始摸线了，因为他不是说过吗？就是你站在木头上，只要是绝缘的，你就可以摸任何一根线。那你2个手同时摸着不？那肯定不行。小的时候我不喜欢小长大，小的时候好多身不由己，知道吧？为什么？小的时候被控制了呀，没有自由。你长大了不也有时候被控制？长大了那也是身不由己。但相对来说自由一点的是吧？那自由多了，世上没人管你。那你那个淘宝就相当于那时候就不做了？对，19年就没做了，下半年底就没做了。那你后来跑滴滴呢？滴滴是到杭州玩嘛，做交易嘛。后面到杭州回去了以后没有来杭州了。20年上半年，然后呢，大概10月份来，然后又待了半年，总共相当于在杭州待了1年。对啊，我操！这样看你怎么样嘛？对啊，我这个要前面来了，到前面来。就往前呗，你能往前面往后面，往后面放。往后面放干的事儿对啊，放啊。给它放就放好。这谁呢？我妈在帮忙呢。我挡住这个黑条，挡住这个黑条。趁着阿青在厂里焊接车顶架和太阳能板，我将大金杯开到了附近的汽修厂，对全车进行安全检测。检测完后，师傅和我说需要更换前面的2个轮胎。我想着既然换都换了，那就不如4个轮胎一起都给换了。这样的话，在后面的长途旅行中，我也可以更放心一些。弹指一挥间，大金杯的改装已经尾声。最后的几天，阿青和窦师傅一起安装好车底的水箱和水路系统后，只需再把车顶行李架上的钢梁铺上实木板，大金杯的改装便可宣布告一段落。在改装厂的20多天，我在前半段时间一边跟着各位师傅们偷学技术，一边不停地用镜头记录。而在后半段时间里，叠加了杭州的高温和干活导致的肌肉酸痛这双重 buff 以后，我拿起相机的次数明显减少，导致视频素材的数量也就少了起来，所以还请各位观众老爷多多担待。走不了啊，还是挂档吧。Don't look so confused. So have you ever
完成后，我开着大金杯回到了山东，进行物资和车辆的补给与整备。因为某些原因，在5月1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蹭着最后一天的免费高速，又把车开到了安徽省宣城市。大家可能都知道这几年比较火热的318国道，不过大多数的自驾318的旅行者是以成都为起点，拉萨为终点。但318国道全长5500多公里，起点是上海市的人民广场，中国境内的终点则是西藏自治区的中尼友谊桥。而我目前所在的安徽宣城市，则正好是318国道300公里沿途的城市，所以我在宣城进行物资的整备和整理后，我的初步计划是以宣城市为起点，从中国的东部沿着318国道一路西行。如果你的工作学业繁忙，而又无法像我一样说走就走，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和我一起玩去吧。